25岁那年，我将公司的实习生娶回家中，只要他乖乖和我结婚，我就放过他的初恋，帮他解决家里人欠下的巨额赌债。于是，这个性格温柔的女孩跟了我5年。后来公司倒闭，我被人砸断双腿，看着她和初恋抱头痛哭，满眼思念的样子，我将离婚协议寄给她，不告而别，而她也没有找过我。后来我拉着推车卖烤串的时候，她已经成为商业新贵，和初恋甜蜜互动。她看我的眼神冰冷疏离，我自嘲，我现在像不像一个笑话？她却满眼通红，你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笑话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这一天，我和往常一样，艰难地拉着推车卖烤串，炭火散发的烟味撩人。在朦胧之中，我看到了我的前妻苏以安，她穿着高定裙子，白皙的脖子上挂着昂贵的珠宝首饰。她的初恋程子轩站在一旁，两个人穿着同色系的衣服，对视的时候爱意流动。我内心有些苦涩。这些年，我曾多次在公众平台上看到苏以安，而程子轩一直陪在她身边，一直守护着她，就像现在这样。程子轩双手微微张开，护着苏以安，让她不被人群冲撞。我贪婪地看着苏以安的脸，舍不得将目光移开。毕竟现在的我和苏以安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也许以后再也不能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他。我还听说他很快就要和程子轩去国外定居，所以我再想看到他，只能通过冷冰冰的大屏幕看到他了。哎，你看，那是恒星科技的创办人，她长得好漂亮啊！耳边突然响起一个声音，接着另一个声音也附和道：“他旁边那个是他未婚夫吧？真的好般配呀！原来他们好事将近了呀！”不知道程子轩跟苏以安说了些什么，我只看到苏以安恬静精致的脸浮起一抹笑意，看着苏以安和程子轩亲密互动的样子，我不由苦笑，这样也挺好的。离了我，他变得更开心了。老板，你在做什么呀？这么磨叽，我还有点急事呢。听到这个不满的声音，我猛然回过神，却发现炭火已经把烤串烤焦了。面前等得有些不耐烦的客人，看到烤焦的烤串，更加不耐烦了。他板着脸，不高兴地走了。我有些可惜地看着烤串，想了想，将烤串小心地放在一旁，当作晚上的晚饭。伸手的时候，看着手上的污渍，我突然有些不自在。可我不管怎么擦拭，手上的污渍怎么都擦不干净。这条街道很繁华，来往的客人很多，我顾不上将手擦干净，连忙招呼停在推车面前的客人：“老板，来2根烤肠。”熟悉的声音让我浑身僵住，是苏以安。我不敢抬头，我怕苏以安认出我。感受到苏以安的目光，我下意识地想跑，可我的腿就像生了根一样，牢牢地扎根在原地。今天没有赚到钱，就这样离开，明天就要饿肚子了。更何况止疼的药已经用光了，活下去的本能还是让我强忍着浑身的不适，认命地拿起烤肠。以安，外面的东西不卫生，你想吃的话，回去我给你做好不好？是程子轩的声音，他语气中的鄙夷让我更加难受。自从做烤串的生意后，这样的话我经常能听到，可这一次让我浑身不自在，一股自卑感从胸口涌动。苏以安的语气轻柔：“你闻闻这烤串，很像我们上学时候经常吃的那种烤串。我记得当时我们没有多少钱，你总说自己吃饱了，然后把所有烤串都塞给我。”程子轩宠溺地摸了摸苏以安的头，笑了：“你身体不好，
我怕外面的东西不干净。苏以安身体不好，我连忙开口，刚要说话，突然看到我身上破旧的衣衫，还是沉默下来。现在的我已经失去了关心他的资格了。苏以安轻笑：“你看这个摊子，干净整洁，说明老板一定是很注意卫生的人，不碍事。”听到苏以安的话，我鼻子突然有些酸涩。其实这个摊子一开始没那么干净整洁，那个时候的我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知道，饿了很久的肚子，撞了很多南墙后，才慢慢好起来的。我小心地翻动着架子上的烤串，苏以安和程子轩小声地交谈着。虽然看到他们亲密的样子，我无比妒忌和羡慕。这是我这些年来第一次这么靠近苏以安。我真想时间永远停在这一刻，可惜不管我怎么希望，烤串还是好了。我满怀不舍地将烤串递给苏以安，却看到苏以安手背的针孔。苏以安的皮肤很白，针孔很明显，还有些淤青。我双手一抖，烤串掉在地上。程子轩有些不满：“你这人是不是故意的，让我们等那么久？”我不敢说话，只敢埋着头。程子轩还在指责我：“你知不知道我们很忙，待会还要去见客户的？”苏以安打断程子轩的话，温声说：“好了，也就几分钟的时间，我们走吧。”临走前，苏以安将一张100元大钞递给我，我微微一愣。程子轩气呼呼地说：“干嘛还要给他钱？”苏以安声音轻柔：“他也不容易。”让我想起来的当初创业时的艰难。既然我有能力了，遇到有困难的人，能帮一点是一点吧。苏以安还是那么的善良。我眼眶一热，眼泪几乎要掉下来。苏以安轻轻地将纸币放在推车上，拉着程子轩离开了。我怔怔地抬头，看着苏以安离去的背影，他和程子轩紧紧地靠在一块。程子轩小心地护住他，他身边的人如同众星捧月一般捧着他。我和他的距离只有几步路，只要我追上去，我就能够靠近他。可是我们的距离又很远。我就这样看着苏以安离开，目光一刻都不愿意移开。苏以安突然回头，对上我的目光，在对视间，我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了。只能听到我的心跳渐渐加快。苏以安快步向我走来，我的心几乎要挣脱胸腔的束缚。苏以安这是认出我了，他会不会怪我？我要说些什么？我心乱如麻，下意识倒退了一步，想要逃跑的冲动愈发强烈。苏以安在我面前站定，他脸色有些苍白，却还是笑着看着我说：“老板，重新给我烤一份吧，好久没吃了，属实有些馋了。”苏以安没认出我，我既开心又失落。开心的是，他没有认出我，就不会看到我如今狼狈不堪的样子。失落的是，他居然没有认出我。毕竟我们曾经做了5年的夫妻，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人。我麻利地将烤串放上架子上，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我感受到苏以安的目光。明明他站在我面前，我也很想他，可我依旧不敢抬头。烤串好了以后，苏以安照例递给我一张100元大钞，我连忙摆手。苏以安说：“拿着吧，我看你的腿脚不便，想必也不容易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”等苏以安离开后，我微微抬头，看着他被人群簇拥着消失在我的视野里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小心地将那2张纸币贴在心口，上面似乎还残存着苏以安一丝温度。想起苏以安，这个曾经被我包养过的实习生，我的前妻，如今她变得很优秀，站在人群中很耀眼，被无数人追捧着，和我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我看着我身上破旧的衣服，苦笑一声，难怪苏以安认不出我，是我自作多情了。如今的我
满身油烟，头发乱糟糟的，又戴着口罩，一双眼想必疲惫又苍老，再也不是曾经那个金贵的京市贵公子。他一向讨厌我，认不出我，很正常。虽然这么想，也有所准备，可我的心还是很疼。我突然想起我第一次见到苏以安的时候，她穿着公司发下来的制服，有些不合身。她抱着很多文件，手上还提着很多咖啡，被老员工使唤着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她脸上全是汗水，可她却带着笑意，穿梭在工位间，有条不紊地忙着手头的工作。我被这个如同野草一般坚韧的女孩吸引，于是我带着秘书蹲在角落，仔细观察着苏以安。公司上班的时间是9点半，她经常7点就到位，然后将自己的工位擦干净，又将同事们散落的材料整理好，接着给他们冲泡咖啡。下班后，她并没有急着离开，而是留下来继续处理工作。我从秘书交给我的资料上得知，苏以安是公司刚入职的实习生，家里人重男轻女，为了养他弟弟，家里欠下一笔巨额赌债。他很乖巧，成绩也很优异，哪怕被人指挥得团团转，我从来没见过他脸上出现过一丝沮丧的神情。我和秘书就这样观察他很久，我渐渐对他上心了，将他调到身边来，成为我另一个秘书。苏以安是一个很仔细的人，他并不像其他人那样高高的将我捧起来，露出和旁人那样掐媚的笑容。日复一日的相处下，我发现我喜欢上他，于是我带着玫瑰来到他租的地方，看到他和一个穿着普通衬衫的男人十指紧扣，看着他羞涩地在男人脸上印了一个吻，他们脸上的笑意深深刺痛我的双眼。我苦笑一声，将这份爱意藏在心里。我和苏以安之间的关系变质，是在一个阴天，苏以安红肿着眼睛站在我面前，期期爱爱地跟我预支5个月的工资。从秘书口中，我得知他预支5个月的工资是为了他那个初恋程子轩。程子轩不知道惹了什么人，被打得半死。雪上加霜的是，那些高利贷找上门，他爸妈逼着他偿还债务，不然就要将他卖给高利贷。他爸妈扣着他的户口，让苏以安只能低下头。我看着苏以安，心中突然产生一个拙劣又阴暗的想法。我说：安安，我家里催着我结婚，但是我不想找别人，只要你和我结婚，我就会帮你解决你家里的债务，将你的户口转出来。至于程子轩，我会帮他解决他遇到的麻烦。你跟着我，可以工作，也可以在家里当周夫人，衣食无忧，成为人上人。周家的地位卓然，我从小锦衣玉食的长大，只要我想要的东西，没过一天就会有人捧到我面前，所以没有人教我如何对心爱的女孩求婚。后来我才清楚，我说的这些话对苏以安来说是怎么样的冲击。他一直以为我是利用手头的权力害了程子轩，逼迫她嫁给我。可当时的我只看到苏以安脸色苍白，眼里的光彻底的消失了。他就这么定定地看着我。过了很久，他点了点头。从此以后，苏以安脸上再也没有一丝笑意。在我为他举办的那场盛大婚礼结束后，他辞了工作，待在家中，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失望。当时的我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只好加倍地给他塞钱，将无限制的黑卡送给他，他每天都能从账上划走好几百万。秘书看着账单，委婉地给我提起来。我并不在乎，周家不缺钱，更何况在我成为周家的掌事人后，周家的富贵足以让苏以安挥霍好几辈子。大不了我更加努力赚钱就是了，只要他开心，花多少钱我都不在乎。可后来
公司的机密被泄露，公司的股份被恶意收购，他们联合其他股东将我赶下台。祸不单行，我在为周家四处奔波的时候，遇到一群混混，被他们堵在小巷子里。他们打了我一顿，将我的腿砸断。我强忍着疼痛回到家中，却看到家里的东西都被人搬出去。我想去找苏以安，却看到他和程子轩抱头痛哭，目光里全是克制的思念。我知道我该离开了。还清所有债务后，我将离婚协议书寄给苏以安，将手头最后一笔钱也转给他，然后用最后一点钱买了一张南下的火车票，来到广市。哪怕我变成跛子，每天的疼痛让我近乎崩溃，哪怕我像一条狗一样要死不活地生活着，但想到这个城市，苏以安曾经在这里读过大学，承载着苏以安美好的回忆，也算我们共同生活着了。我将烤串卖光后，整理着今天赚到的钱，想了想，我还是将那2张纸币拿出来，藏在胸口的口袋中。哪怕这200块钱，我能买1周的止疼药，或者买一件新的棉袄，可我还是舍不得。这是我和苏以安最后一点关联了。这2年，我没有刻意去关注过苏以安，但哪怕我没有关注他，我还是能够从旁人的讨论和公众荧幕里窥视到苏以安的动态。这3年，他创办了一个公司，成为上市公司的女总裁，也和程子轩重新在一起了。我第一眼看到苏以安，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，是我趁火打劫，将他困在身边5年。公司破产后的几年，我面对了很多人情冷暖，也将苏以安藏在心底，不敢碰触，也不敢去想他。直到苏以安出现在我面前，我抑制许久的思念喷涌而出，我还是没有忘记他。不过这辈子，我也只能通过公共平台得知苏以安的消息了。我吃力地站起来，忍着脚踝上的疼痛，小心地将东西收好，然后准备回到我住的地方。临走前，我看了一眼不远处那个装修奢华的5星级酒店，苏以安就在里边见客户。天渐渐冷下来，懂得我浑身发冷。如今的我生不起病，所以就算再不舍，我也该离开了。我不舍得看了好几眼，拉着推车离开。今天的路走得异常艰难，我脑子乱糟糟的，脑海里一直萦绕着苏以安的脸，他和程子轩甜蜜互动的样子，他看着程子轩时眼里的笑意，往事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海里回放着。我的胸口阵阵的疼痛着，那2张纸币如同烙铁一般，烫得我胸口发疼。走在一个上坡路上，我一个踉跄，眼前发黑，一阵阵的晕眩感向我袭来，我手一抖，身子无力地向后仰，推车也因为惯性往后滑。想到推车上的东西都是我虎口的东西，我连忙扯着绳子，脚踝尖锐的疼痛提醒着我脚扭到了，可我不敢松开手。就在我跟着推车往下滑时，一股力气牢牢地拖住下滑的惯性，我站稳脚步，心怀感激地扭头，嘴里的谢意在我看到苏以安的脸时变成沉默。苏以安看着我，眼神冰冷又疏离，在他眼中，我看到我的样子太狼狈了，我想都不想，转身就要逃跑，可手中的绳子提醒我不能任性了。我低着头，不敢看他，我自嘲地笑了笑，好久不见了，你现在看我，心里舒服了一些了吗？我这样像不像一个笑话？过了很久，我没有听到苏以安的回答，我死死地咬着口腔中的软肉，铁锈味在我嘴里满眼。我拉着推车，刚要离开的时候，听见苏以安的声音：“是啊，你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笑话，恨吧？我这样不堪的人，他恨我也是应该的。”
我想多看他几眼，缓解我心中的思念，哪怕他满脸恨意，我也能理解。可我抬起头，看到的不是彻骨的恨意，而是苏以安红着眼，泪水沾湿了他苍白的脸，浑身的疲惫突然涌上来，我两眼一黑，晕倒了过去。失去意识前，我看到苏以安满脸惊慌地朝我扑过来，我躺在病床上，看着干净明亮的病房，一时之间回不过神。苏以安坐在我床边，看到我醒过来，松了一口气。他问我：“你醒了，哪里不舒服？饿了吗？给你点粥，皮蛋瘦肉粥可以吗？”我不安地咬着牙，点了点头，小声地跟他说了一句谢谢。听到我的谢意，苏以安脸色有些复杂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曾经的我，在京市呼风唤雨，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。我的人生没有谢谢两个字，而如今却卑微的道谢。他没有说什么，突然握住我的手。苏以安的手很冰冷，冷得让我打了一个寒战。苏以安说：“周文义，你变了好多。”我无奈地笑了笑，一个脖子在生活的压迫下，怎么能没有变化呢？在这个城市，我当过小工，什么脏活累活我都干。最困难的时候，当过流浪汉，当过乞丐，吃过垃圾桶里发馊的馒头，一边干呕着，一边硬生生地咽下去。病房里陷入沉默，沉默许久后，苏以安点的皮蛋瘦肉粥到了。我闻着清甜的粥，不争气地咽了咽口水。这些年我没有喝过粥，因为粥不顶饿。平常我都是就着水，加上一两个馒头，粗糙地过完一天。看到我狼吞虎咽的样子，苏以安眼眶微红，却还是冷冰冰地说：“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就跟饿死鬼投胎一样，你慢点吃，别噎死了。”这时程子轩的电话打进来，他犹豫了一会，还是走到阳台。我这才敢抬起头，看着他和程子轩聊天时嘴角真切的笑容。我拔掉手背上的针头，想了想，还是将这碗粥带上，毕竟不花钱。我想苏以安也不想看到我，只是他心地善良，我的存在只会提醒他，他曾经被迫和最爱的人分离，被迫嫁人的屈辱。看着苏以安和程子轩专心通话的样子，我忍着心中的不舍，转身就要离开。不料我刚打开门，听到苏以安急切的声音：“周文义，你这一次又要不告而别吗？”我扭过头，捏紧手中的塑料袋。苏以安着急地走上来，死死地拉着我的手，他的脸上全是不安，泪水不停地掉下来。我想擦掉他的眼泪，看到我手上的伤口时，还是停下手。我怕我手上的倒刺弄疼他。苏以安伸出手，紧紧地抱住我，泪水浸透了我的肩膀。过了很久，他停止哭泣，依旧没有松开我。我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，却听到他轻声说：“文义，跟我回京市好吗？”我推开苏以安，看着苏以安惶恐不安的样子，突然想起程子轩，想起他们评价苏以安和程子轩的话：“才貌双全，天生一对。”我笑了笑：“苏以安，你不是很恨我吗？你当初连同程子轩把公司机密泄露出去，又恶意收购公司股份的时候，一定很开心吧？你让混混打断我的腿时，一定很痛快吧？我可不敢跟你回去，我惜命，怕被你弄死。”听到我的话，苏以安脸色一白，他急切地拉着我的手：“文义，我没有。”我深深地看着苏以安，沉默不语。公司倒闭后，秘书辞职前曾经找过我，他一向平静的脸上全是遗憾。见到我的时候，他跟我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周总，我不能陪着你了。”我并没有生气，要说对不起，应该是我说才对。毕竟秘书还要养家糊口，他刚跟女朋友结婚，女朋友也刚怀孕，我却让他失业了。不过好在我用最后一点人脉
给他安排好去路。临走前，秘书给了我一份资料，上边显示苏以安和程子轩曾经出入过我的书房。第二天，公司的机密就泄露了。我摸着这一份资料，没有说什么，直到我被混混打断腿，爬到家里，看到他和程子轩深情对视的样子，我突然不敢保证。和苏以安在一起的这5年，我很清楚，苏以安并不爱我，他看我的眼神永远带着悲伤。曾经我天真的以为，只要我对他够好，他就会放下程子轩，一心一意地和我在一起。可我已经清醒过来，我也放弃和苏以安对峙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周家已经破产了，爸妈也离世了。我就算再想报仇，可我没有任何办法。我手头的势力已经消失了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如今我没有钱了，就算有几个忠心的手下，也无法和苏以安抗衡了。我也不想让他们和苏以安对上，所以我只能默默地离开。起初我是怨恨苏以安无情的，但这3年，我也想明白了，是我把他圈养起来，让他和爱人分离。他怨恨我是应该的，况且我很了解苏以安，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我爱的女孩是如此的纯洁善良，遇到流浪的小猫会带回家收养，见到不平的事情会挺身而出。他不会变成那样的人，哪怕他很恨我，可我也不想和他在一起了。我不得不承认，苏以安说要带我回京市的时候，我沉寂很久的心又活过来了。看着苏以安亮晶晶的眼神，我就要点头同意了。可我看着她华丽的裙子，看着她奢华的首饰，我终于明白，如今的我和她已经是不同世界的人。我只会给她带来拖累。我不过是一个残疾人，公司倒闭了，破产了，有什么资格和他在一起呢？只会让别人笑话他罢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程子轩背着他把机密泄露出去的，我只能提醒他，如果程子轩是个好的，那苏以安也不会有太多的危险。如果程子轩是那条毒蛇，苏以安留着这么一条毒蛇在身边，我也不放心。我不能做什么了，我也没有能力做什么，我只能提醒他，苏以安这么优秀，一定能查出来的。苏以安还想说什么，病房的门打开了，程子轩带着一群人走进来，他手上还捧着玫瑰花。他含情脉脉地看着苏以安，跟苏以安说：“安安，我等你等了4年，总该给我转正了吧？”他们这一群人有90个，围在苏以安和程子轩的聊着天，打破沉闷的病房，整个气氛变得很轻松。莫大明星，你居然还没跟周总求婚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周总那么优秀的人，应该早早就定下来。程子轩笑得很开心，之前都在忙着事业，况且求婚这个事情肯定由我来，都怪我太忙了，是我让安安等太久了。程子轩的话无懈可击，让在场的人都夸赞他们的爱情好事多磨。你陪在周总旁边这么多年，可不是什么人能够比得上的。这还用说，周总和莫影帝可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有人羡慕说，周总，莫影帝可是一个好男人，可别错过了。要不是因为我是个男的，我就要追莫影帝了。我心中五味杂陈，打算离开，可我的存在还是引起他们的注意力。这不是周家大少爷吗？怎么这么狼狈？想来周总面前装可怜吗？也不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配出现在周总面前吗？就是，当初你用你的权势拆散莫影帝和周总，现在还想来捣乱，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这些年我受到的白眼，收到的屈辱很多，可这一次，我竟然恨不得在地上挖一个洞，把自己埋进去。我不想让苏以安看到我这样被人指指点点，这是我仅剩下的尊严。见到我悲愤的想离开，
有一个人不怀好意地伸出脚，我狼狈地滚在地上，身上沾染上地上的饭菜。程子轩捂着鼻子，有些不屑：“好了，让他走吧，听到了没？还不快滚！像你这样的狗，配出现在这样的地方吗？”我麻木地爬起来，不知道是谁伸出腿，狠狠地压在我的背上。随后不怀好意的声音响起：“狗要有狗的样子，你得爬出去。”我愣住了，看着面无表情的苏以安，我悲愤欲绝，咬着牙就要爬出去。苏以安突然大吼：“够了！”他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。很快，曾经的秘书就出现在我面前。秘书看到我，眼里闪过一丝悲痛，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绕过我，站在苏以安面前。苏以安指着我，把他先带下去，给他换一身衣服，然后叫医生来看看他的腿。听到苏以安的话，秘书眼里闪过一丝喜悦，而程子轩有些不可置信。“安安。”苏以安没有看任何人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我心软，看不得一个无辜的人被欺负，你们也不用替我生气。当初是我选择和周文义在一起的，各取所需的事情。”苏以安看着程子轩难过的样子，最终还是叹一口气：“算了，都过去了。分公司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。”苏以安走后，程子轩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带着一群人离开。等人都走后，秘书眼眶微红：“周总。”我苦笑：“叫我周文义吧，我现在这样哪像周总？你这些年过得还不错，虽然不知道你怎么出现在苏以安身边，但我放心了。”听到我的话，秘书眼眶更红了，他小心地把我扶起来，又打电话让人带来很多西装。我看着那几件裁剪精致的西装，摇摇头。秘书连忙问：“周总，周先生，是不合你心意吗？我再让人带来几件。”我说：“不用那么麻烦了，你就随便买件衣服就行，能保暖的，好不好看不重要。”我犹豫了一会，继续说道：“便宜点的，我记得有个地下批发厂，可以去那里买，我回头会把钱给你的。”我的话音刚落，秘书沉默着，过了很久，他才点了点头。在等衣服的过程，秘书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我有些奇怪地看着他，又过了很久，他才下定决心地跟我说：“周先生，您破产后，我和我老婆离婚了，因为他觉得我没有钱。周先生，您不要自责，这不关你的事情，是我倒霉。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是周总收留我的。我曾经想着，周总把您害得那么惨，我受到您的恩惠多年，我应该替您找回公道。毕竟当初调查的时候，可这些年我虽然没有查出什么，但是我很清楚，不是周总把公司的机密泄露出去的。周总他找了您4年，当年我不告而别后，除了秘书，还有苏以安，他们一直在找我。他像疯了一样，找尽所有人，砸了很多钱，把整个京市找了个遍，还是找不到我。他甚至跪在我的死对头面前，求他把我的下落告诉他。死对头让他去一家酒吧送酒，被客人动手动脚，差点失身，幸好警察及时赶到。秘书说，苏以安坐在警察局一晚上，看了一晚上的监控，找到我上火车的背影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可他也哭了一晚上，不管他怎么哀求，警察也没有把我的去向泄露。这是我用最后一点关系，把我的下落隐瞒得死死的。从那以后，苏以安不再盲目地找我，而是拼命地赚钱。他把当初从我账上划走的钱，从周家拿走的珠宝变卖，将公司收购，一天24小时，恨不得掰成48小时用。短短1年，他掌握了核心的人员，在京城成为小有名气的人。仅仅4年，就把公司上市，成为上市公司的女总裁。秘书还说，
虽然苏以安一直说不打算找我了，但是他还是很拼命，就是为了撬开警方的嘴巴，撬开我留下来的势力的嘴，想要得知我的下落。他很清楚，他的能力不够让警方告知我的下落。毕竟周家一直是慈善人家，警方当今的局长曾经承过周家的情，他害怕苏以安索要我的下落，是为了报复我。秘书说：“周先生，我们都误会周总了。曾经我以为周总是因为钱才和你在一起了，但你还是跟周总好好聊聊吧。”我听得心里像是压了一块巨石，我的嘴唇都在不断的颤抖。可我苦笑一声，看着我的双腿，算了，我配不上苏以安，他值得更好。秘书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但看到我眼里的泪水，他还是沉默了。过了很久，秘书轻声说：“周总很爱你，离开你，他会崩溃的。”听到秘书的话，我有些不敢相信。我用钱把他绑在身边3年，我一直以为是我一厢情愿，他心里只有程子轩。我从来不敢想苏以安会喜欢我。我曾经听到他做噩梦的时候，一直喊着明伟救我。我看着他如同失去营养的花朵，一天天的衰落。我很清楚他不爱我，可如今竟然有人跟我说苏以安很爱我。我情不自禁地拧了一下我的大腿，很疼，不是梦。我捂着脸痛哭。秘书见我有些松动，说：“周先生，你知道吗？周总给你生了一个女儿，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，他大出血，侥幸捡回来一条命，可他以后再也不能有孕了。”秘书的话让我如同被雷劈了一样。我本想回到我住的地方，秘书却把我带到一个5星级酒店，看着记忆中的装潢，我竟然有些恍惚。秘书说：“您好好想想吧。”我还没想明白的时候，程子轩约我见面，在明亮的咖啡厅里，他捧着咖啡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突然笑了。周文义，有时候我真的很妒忌你。我疑惑地看着他。程子轩说：“凭什么你当初强取豪夺，却能抢到安安的真心？这些年，不管我怎么努力，安安的心还是在你身上，你怎么不去死呢？”程子轩的话如同一把刀，狠狠地刺进我的心脏，我的心痛得不行。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，苏以安就对我情根深重了。程子轩告诉我，苏以安的公司要上市了，得到国家政府的扶持，很快就要往国外发展。也是他告诉我，这段时间是公司的最关键时候。苏以安却知道我在海市的下落，不顾一切地跑来海市。这段时间，公司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线上处理了，有些客户已经很不满了，都是因为我。苏以安死活不愿意离开，他想带我离开。程子轩鄙夷地看着我：“你已经耽误他那么多年，你现在还要耽误他吗？你不是很喜欢他吗？为什么要拖累他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的存在，不管我怎么努力，他永远都不会多看我一眼。要不是我说让他跟我演戏，万一你一个妒忌跑出来问他到底在乎谁，就这么一个万一，为了这么一个万一，他竟然松口了，和我演戏。”我看着暴怒的程子轩，心口酸酸软软的。程子轩突然笑了起来：“周文义，如今我的身份和地位，才是那个跟安安最般配的人。你一个残废，你只会拖累他，让他成为笑话。如果他们知道苏以安的老公周念的父亲是一个双腿残疾，是一个乞丐，他们会怎么看他们呢？会不会对他的事业打击呢？”程子轩的话就像毒蛇的毒液，腐蚀着我的心。但我不得不承认，程子轩说的是对的。上市公司的女总裁有一个双腿残废、当过乞丐的老公，曾经被包养过。就算我们如何相爱，她也会受到人们的指指点点。世道对女性如此的苛刻，
我怎么忍心让他们母女受人议论？况且我曾经当过乞丐，双腿残疾，又怎么配得上他呢？见我神情松动，程子轩得意地笑了：“你让他死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，我不会伤害他们的。”我想起当初跟苏以安说的话，想必现在苏以安应该对程子轩产生警惕了吧？可我不敢保证。我死死地盯着程子轩，像他这样的人，就应该跟我一起死。这样，苏以安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软肋和威胁。我声音沙哑：“你想要我怎么做？什么怎么做？我不允许你再次离开我。”苏以安的声音突然在门口响起，他脸上全是惶恐，身后还带着好几个警察。他一路小跑地走到我旁边，担心地看着我，发现我身上没有任何不适，才松了一口气。程子轩露出一抹虚伪的微笑：“安安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和周少聊天呢。”他刚想抱住苏以安，苏以安却后退一步。警察不由分说地将程子轩扣住。“程子轩，你涉及贩卖商业机密，跟我们走一趟。”程子轩惊恐地大叫：“我没有！”被警察带走前，程子轩朝苏以安喊：“安安救我！当初你也同意的。”他还没说完，就被警察捂住嘴。苏以安有些不安地看着我：“明泽，你听我解释。”我打断他的话：“我知道不是你做的，但是我好累。”程子轩说的没错，我只会成为你的拖累。你要看不过去，就每个月给我打一点钱。算了，你全都给我吧，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。听到我的话，苏以安眼里的泪水簌簌，他握住我的手：“你永远不是拖累，你不知道，在你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那个时候，你跟我说你也是打工人，我本想跟你表白，可是我家里很乱，我不敢。你知道，你出现在我面前救了我的时候，我想那些人、那些事，我都会割舍掉。我只想和你在一起，可是我不想再错过你。你不是拖累，医生说了，你的腿能治好。”最后，我还是和苏以安回了京城。又过了1年，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我带着苏以安，拉着我们的女儿来到爸妈的墓前，看着他们慈祥的笑容，苏以安温柔地跟女儿说：“宝宝，这是你爷爷奶奶。”下山前，我拉着女儿，苏以安握着我的手，我们走得很慢，却很坚定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